过了清明节，大家的皮肤就更热了。那更热，你会发现有一种脂漏性皮炎的表现就是头皮屑，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眉间开始红红的哈，这个就是脂漏性皮肤炎在春天开始萌芽的现象。脂漏性皮肤炎的治疗其实没有各位想象的困难哈，你把它拆成脂漏性皮肤炎，这样就很容易处理哈。第一个脂漏性，我们上次讲过，脂漏性它的主要问题是皮肤出油，然后皮细胞菌把它吃掉，吃掉以后分泌出酸性的类似油酸的成分，然后油酸刺激皮肤，对吧？所以我们一想到脂漏性的时候，就立刻想到用抗霉菌的方式去对付皮细胞菌。抗霉菌的方式目前有外用的药膏，也有洗发精。那洗发精里面，反正你们上网查就可以 Google 到很多东西，我就不多说。但是洗发精有2个老故事跟各位提醒一下。不要以为洗发精不会伤害你。第一个，像我们很早，大概30年前，皮肤科医师在使用的那个 Polita 就是那个眉胶油的系列。那早期我们用起来还不错，就是它可以抑制皮肤的代谢。但是后来这个东西也被发现它对皮肤癌有很明显的刺激，所以现在很局限的用在一些比较严重像肝癣的治疗。那大部分的外科的皮肤的疾病已经不再使用了。另外一个是某个很有名的那个酱子那个品牌那个他早期宣称的那个 ZPT 成分，然后最近也被欧盟禁掉了。那禁掉理由是因为这个东西对水生食物有致畸胎的风险，当然也就对人类有致畸胎风险，所以因此它也被禁掉了。那我们回过头谈皮肤炎皮肤炎的部分，你一想到很简单，就是抗炎的成分。那抗炎成分最原始的做法就是类固醇。然后现在当然也有新的免疫抑制药物了像 tacrolimus 之类的都可以用在脂漏性皮肤炎的部分。但是皮肤炎的部分，当各位在治疗的时候，身为医师，我们想到的其实是先想因的就是说什么事情引发皮肤炎，然后之后才想到皮肤炎的治疗。皮肤炎，我们先谈皮肤炎的治疗。皮肤炎治疗其实很简单，你不是用类固醇，就是用抗免疫的药物。可是，在肌肤监测的过程中发现，类固醇的使用很简单，抗免疫的药物也很简单，可是脱离类固醇跟脱离抗免疫药物是比较痛苦的事情。你早晚会需要停药，你也早晚会不喜欢用这些东西。可是你一旦停用的时候，特别是类固醇的禁断，我们已经谈过很多次。当你在类固醇禁断过程中，你会产生一些发炎、一些不舒服，所以类固醇的使用上要非常谨慎。脂漏性皮肤炎的治疗有2个主要的困难点。一个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脂漏性，你必须用抗霉菌的药物。那抗霉菌药物在已经发炎的皮肤上是一种刺激，然后在抑制皮肤发炎的部分，你要用到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剂。可是类固醇或免疫抑制剂的脱离也是比较困难的地方。这部分脂漏性皮肤炎的治疗，肌肤监测还是提出一个老方法，就是让皮肤恢复健康的状态。肌肤监测提出来，如果你是本频道新的朋友你一定会想要知道我们怎么处理。其实处理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让皮肤慢慢的恢复它自然的酸性保护膜、自然的乳化膜，你让皮肤的毛孔可以出油然后汗孔可以出水，同时溶解你的角质层以后，你的皮肤就会恢复正常的酸性保护膜。正常酸性保护膜以后，因为油脂的减少，你的皮细胞菌就不会增长，于是你就解决了脂漏性的问题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因为重建了酸性保护膜，所以你的类固醇的禁断也会变得比较舒适，不会那么痛苦。于是你也脱离了皮肤炎的类固醇问题。因此，在脂漏性皮肤炎的肌肤监测提出的对策来说，就是请你很认真的去跑步很认真的去流汗运动，然后你可能中间会长一些青春痘，会有一些红的情况。可是随着时间渐渐过去，你的皮肤就会因为正常的平衡而重新找到你原来的酸性保护膜、你原来的乳化，还有你原来的健康。